我们今天来聊一聊，怎么样在卖股票的时候呢，可以少交点税。我们很多时候呢，辛辛苦苦炒股1年，结果报税的时候一看，哎呀，一半都得付税啊，感觉就像给 Uncle Sam 打工一样。那今天呢，我给大家教几个合法省税的方法，而且这些呢都是 IRS 认可的，甚至于是国税局鼓励你们这么做的。那用对方法的话呢，可能很轻松就可以1年省下几千，甚至于上万刀的税收，还挺香的。放个免责声明，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专业的税务建议，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，具体操作呢可以咨询你的会计师或者税务顾问啊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最简单的长期持有。这个方法简单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只要拖，等时间过了1年就行了。而且你只要一过1年，税务直接砍半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差别是多少啊？如果说你持有的股票是在1年以内的，那它所获得的收益呢，就是转期资本利得税。说白了，就是跟你工资的税率是一样的，你工资交多少税，这个就需要交多少税。那如果说你们家的年薪还蛮高的话呢，就有可能会交到最高的那档，就是37%啊。但是一旦你持有超过1年，它就变成长期资本利得税了，这个税率啊就立马降下来了。那年收入比较低的朋友呢，税率就是0%，对的，就是免税，什么都不用交。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呢，交15%的税率就可以了，即便是高收入人群，也就封顶20%。那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你年薪15万，那你的税率呢，在2025年应该是在24%这个档位。那比如说你去年吧买特斯拉，赚了10万块钱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算一下2种持有状况，你到底要交多少税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你持有不到1年就卖了，那你赚的10万块钱呢，你就是交和工资一样的税率，也就是24%的税率，也就是交24000块钱的税。这样子你实际到手的话呢，就差不多是7万6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你持有了1年再卖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以你目前15万的年薪是15%的这个长期资本利得税的税档，所以说你赚10万块钱的话，你付15%的税的话是1万5的税收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实际到手就是8万5。那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差不多就是9000块钱了吧？你看，同样是赚10万块钱，就因为多等了几个月，就多拿了9000块钱，这9000块钱都够你去游轮上玩个几圈了。所以我们在卖股票之前呢，可以先到券商账户里面查一下你的买入日期。如果发觉还差个把个月就满1年了呢，就不急，先等等。这个时候急着卖出去呢，就真的跟钱过不去了。当然了，如果说这个股票已经涨到你觉得随时要崩的程度，那该跑还是要跑，不要为了省税金把本金都给赔进去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毕竟投资嘛，第一条永远就是不要亏钱。第二个方法呢，也是我们年底常会用的一招，叫做税收收割。我们炒股嘛，也不会每笔都赚钱吧，肯定会有几只买了就不小心套牢了，特别是价值投资的时候，估算出它的价值买入了，但是呢它之后就是不涨，拖拖拉拉到年底可能还有一些亏损，这些股票呢其实利用好了也可以来帮你抵税。具体操作上面呢，就是根据 IRS 的规定，就是你投资如果有亏损的话，可以用来抵消你投资的收益。如果说你当年的投资亏损比你投资的收益还要多的话呢，还能抵扣你的正常的工作收入，但是最多只能抵3000，如果超过3000的话，你只能移到下一年继续去抵扣。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啊，以英伟达这只股票为例子，它经过一个为期半年的整理之后呢，特别是4月份一个下跌之后，随着市场一起止跌反弹，那它每次反弹的时候呢，它都没有破之前的跳空缺口，1次、2次、3次都没有破之前的跳空缺口，是非常强势的表现，并且每次呢都站上一条均线。那如果说比较保守的话呢，可以在它站上200日均线，也就是在125这个位置可以进行一个买入动作，这是非常安全的，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均线都是向上的趋势，然后它之前也说过了，它强势的跳空，然后没有回补缺口，那这个时候买入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持有这样子一段时间，
之后继续进入了一个整理区域。卖出的时候呢，其实可以分批的卖出，其实买入的时候也可以分批买入啊，但是我们做例子就简单一点。这边其实出现了几个卖点，一个呢是在它进行了拉升，试图突破200的时候呢，它没有突破成功，最后出现了跳空下跌，收在了198。这个技术上呢叫做突破失败，说明市场呢对于200以上的价格接受度开始下降，这个时候呢可以防御性的先卖掉30%的仓位。接下来的卖点呢，可以在它50日均线反弹，但是没有成功继续跌破20日均线的时候卖出。那更加明显的一个卖出信号呢，是在它财报的当天。那天呢，出现一个大量，试图突破21天均线，但是最后呢，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转的形态，带量跌破50日均线。那这个时候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离场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。那这天的收盘价呢是180。那如果今年你是以120的价格买入1000股，那最后的话呢，是以198价格卖出300股，最后180的价格卖出剩下的股票的话呢，那你全年的盈亏差不多是在减去它的成本，那是在6万多。那因为它是在1年之内的一个买卖操作，所以应该是短期资本利得税跟你的工资收入差不多，我们就还是以之前的24%的一个税率档位作为举例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你6万块钱的一个盈利，你需要付的是14000多的一个税收。因为你不太想付1万多的税收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看一看你的账户里面有没有一些亏损的股票，可以在年底之前卖出来抵一部分的税收。比如说这个时候你看到你账户里面有一个 Costco， 当初买的时候呢，可能想着说Costco 嘛，我们每周都要去买菜，对吧？那人又很多，那这只股票可以长期持有。那你也是在市场回撤之后，然后上了均线，差不多突破1000的时候买入了。但是买入了之后呢，这只股票一直是不温不火的，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持续的下跌，即便你一直去 Costco 买东西，它的营业网点在一个个增加，但是呢，这个图形上面是非常的不好看了。这个时候年底的时候，你想说我实在不想拿它了，即便我对它这个基本面还是有一些信心的，也不想再拿下去了。那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卖出用来抵税的工具。那 Costco 这只股票呢，就是在突破1000的时候买入，如果说你为了抵税现在卖出的话，现在价格是857，那你这样子呢卖出会有个14000的亏损。那这个时候我用今年的盈利抵掉今年的亏损之后呢，那我实际的盈利就是变成4万多了。那同样是按照24%的一个税率计算的话呢，那我今年需要付的税就最终变成11000，和原来14000相比呢，省了一些，省了大概3000多块钱。虽然说股票上亏钱挺难受的，但是一直拿着呢，看着也不舒服，而且最终呢，它又帮你省点税，总体上呢还能稍微舒服一些。那这边有个需要注意的呢，是 wash sale。wash sale 呢，就是你亏本股票卖出之后啊，30天内买回来，那这个就不能抵税了。而且这边30天注意啊，它是你卖股票的前后30天，也就是卖股票1天，前30天，后30天，总共加起来是61天的时间。在这个时间范围内，你买进买出，它就不给你抵税了。而且呢，你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券商账户当中，你比如说我在 Fidelity 卖出的股票，那我在 Chase 里面又买回来行不行呢？它也是同样算在你名头上面的，也不行，也算我是 sale。其实 AIS 也不傻啊，你说如果没有这个规则，大家都在年底卖出亏损股票，然后抵税，第二天又买回来，那税务局不要哭死了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可以用些方法来绕过这个规则。比如说，你卖掉了 XPY 的话呢，我们可以买回 VOO， 他们同样是对标标普500指数的，那两个人的涨幅几乎相同。或者说我卖掉了英伟达，因为它趋势走弱了嘛，那我可以同样卖入 AI 科技股，比如说是谷歌，它现在趋势会比英伟达更强一些，虽然它现在在回撤，那如果说它回撤结束整理完继续往上的时候，那我可以买入这只股票，同样吃到 AI 的红利。
这样子呢，既锁定了税务上的损失，又可以保持对这个行业的投资敞口，就相当于一举两得了。那等过了30天，你再换回来也行，也就不违反wash sale 的规则了。最后跟大家提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捐赠，也就是把股票送人。比如说你在2023年1月的时候买入了英伟达的股票，这个时候看差不多是20左右，那到现在为止呢，有175，已经有大幅的盈利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是你卖出就算是100股的话呢，那你也已经有15000的盈利了。如果说是你按照当年的税率没有那么高啊，你长期资本利得税的话，通常是15%的税收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付2000块钱的税。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呢，你把这100股的股票全部捐给非营利组织，那这个时候他们这个非营利组织收到的价值呢，就是现在它的票面价值，也就是17000左右。而这个时候你呢，因为你是捐赠嘛，所以说你是不需要卖股票，也不需要付任何的资本利得税了，这笔钱2000多的你就不需要付了，对吧？同时呢，因为你是捐赠的，所以说这个17000多都可以抵你当年的税收，这就相当于是双赢的一个结果啊。当然用这个方法呢，有几点需要注意的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你这个股票持有时间必须是超过1年的时间，那你可以按照现在的市价进行你自己税务上的抵扣。如果说你持有时间少于1年的话，你就需要以当时的成本价，也就是100股的话只有2000块钱抵你目前的税收，这就不太合算了。还有呢，必须是 IRS 认可的慈善机构，一般教会啊什么都是可以的。但你说，我是不是像那些富豪一样开一个自己家办的慈善组织，然后中间做一些什么？这个呢，问一下你的会计师吧，也有人这么做了，但是你最好合规一些啊。第三个呢，你就是留好你的收据。那一般250以上的捐赠就必须有收据的，超过5000以上的就需要专业的评估。当然，你捐赠的慈善机构他们都很熟悉这套流程，都会帮你办的。最后呢，注意一下抵扣的上限啊，虽然是能抵扣，但是它也有一个最高额度的。那股票捐赠呢，是最高你当年的 AGI 的30%，当然超过的部分你也可以继续转到下一年，最多可以转5年，所以你也不要一次性转太多啊，可以分几次转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讲了简单的几个可以在股票上面省点税的方法。一个呢，就是长期持有超过1年的，你的税率直接砍1半。还有第二个呢，就是税收收割，就是你把亏损的卖掉，用来抵你今年的盈利的股票。或者呢，你可以直接的捐赠一些股票给你喜欢的非营利组织，这样子你不但可以免除资本利得税，还能够按照这个股票的目前的价格来抵你的税收。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，如果说你的交易额特别大，或者情况比较复杂的话呢，也建议找个靠谱的 CPA 帮你规划一下。好，今天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喜欢的话可以帮忙点个赞，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